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杨紫与程毅玄幻剧中的演技巅峰。作为香蜜沉沉烬如霜的粉丝，我对杨紫的演技一直深有感触。而在沉香如屑中，程毅的微表情和细腻演技让我眼前一亮。杨紫无论是在古灵精怪的角色中，还是在情感深沉的剧情里，她都能从细节上区分人物，积累了一个丰富的表演库。她的共情能力极强，全身心投入后的情绪爆发令人动容。而程毅在沉香如屑中的表现同样让人印象深刻，他的微表情和情感层次感将角色塑造得栩栩如生。虽然现在火的小花们也很努力，但有一说一，绝大部分小花与杨紫的演技相比，确实存在一定的差距。杨紫的演技无疑是玄幻题材剧中的一股清流。在国产影视剧的发展浪潮中，玄幻题材一直是最受年轻观众追捧的类型之一。从早年的《仙剑奇侠传》到近些年的《花千骨香蜜沉沉烬如霜沉香如屑》，玄幻剧不仅承载着古风美学和神话传说，更是对演员演技的一种考验。因为这类作品往往有极端的情感张力、宏大的世界观以及浓烈的虚幻氛围，如果演员把握不准，很容易演得悬浮，脱离观众情绪。但在众多玄幻剧作品中，杨紫与程毅的表现无疑让人眼前一亮。他们凭借深厚的演技积淀与真挚的情感投入，诠释了玄幻剧中的演技巅峰。杨紫，灵动与深沉并存的表演者。杨紫的表演之路从童星出发，一路走来并不容易。许多人最早认识她是在《家有儿女》中那个古灵精怪的小雪，但她并没有止步于童星的光环，而是一步步打破外界的刻板印象，用一部部作品证明自己的演技。在《香蜜沉沉烬如霜》中，杨紫饰演的锦觅成为了她演艺生涯的高光之一。这个角色复杂而立体，前期是天真烂漫、不谙世事的小葡萄，后期则是饱经沧桑、心中充满仇恨的仙子。杨紫能够精准地把握住这种层次变化，她的眼神、语气、肢体动作都能随剧情而改变，从稚嫩到成熟，从温柔到冷漠，完全展现了角色的成长轨迹。尤其是在泪尽成伤这一段中，杨紫的情绪爆发极其震撼，那种由爱到恨、由痛苦到崩溃的情绪转变，让无数观众潸然泪下。她没有依靠夸张的肢体动作，而是通过眼泪、呼吸和声音的变化，把观众牢牢带入角色的情境中。可以说，杨紫的共情能力极强，她能完全带入角色的喜怒哀乐，让观众感受到真实的痛苦与温柔。而在轻松搞怪的片段中，杨紫又能展现自己天生的喜剧感。她的节奏感和生活化表演让角色不显得生硬，而是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这种收放自如的表演能力是很多年轻演员所不具备的。程毅，微表情中的深情刻画。如果说杨紫的表演以大开大合的情绪张力见长，那么程毅则以细腻和克制的情感见长。在《沉香如屑》中，程毅饰演的应渊帝君与颜旦之间的爱情故事，是整部剧的灵魂。他的表演方式没有过度渲染，而是通过微表情和细微动作展现人物的复杂内心。比如，当应渊面对颜旦时，他眼神中那一瞬间的柔和，往往比千言万语更能打动人心。而当他必须隐忍感情、压抑自我时，他的面部肌肉微微抽动，唇角抿紧，这种细小的变化足以让观众体会到角色的挣扎与痛苦。程毅的演技特点在于克制中见真情。玄幻剧容易流于表面化，如果演员过度表演，观众会觉得假；如果表演不到位，人物又会显得空洞。但程毅恰好掌握了这种平衡。
他既能在情感高潮时爆发，也能在平淡时刻用细节打动人心。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剧中面对失去挚爱时的无声崩溃。那一刻，他没有撕心裂肺的喊叫，而是眼神呆滞，呼吸急促，身体颤抖。这种压抑的痛苦更加令人揪心。许多观众在弹幕里说，程毅的哭戏不是在演，而是真的在心碎。杨紫与程毅的共通点，真诚与投入。虽然两人的表演风格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真诚。无论是杨紫还是程毅，他们都能做到相信角色，用自己全部的情感去体验人物的人生。这种真诚是玄幻剧中最难能可贵的，因为玄幻世界本就虚幻，如果演员自身不真诚，观众就很难共情。但杨紫和程毅却能让观众在仙魔爱恨的故事中感受到最真实的人性与情感。杨紫的爆发力能够让观众瞬间共鸣，程毅的细腻则能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被打动。他们的表演相辅相成，一个大气磅礴，一个内敛深沉，都是玄幻剧中不可多得的演技代表。与其他小花小生的对比，如今的玄幻剧市场上，小花小生层出不穷，但演技层次参差不齐。许多演员虽然外形条件优越，但在表演中往往显得表面化，只停留在美貌与造型的加持下，缺少灵魂。相比之下，杨紫和程毅显然更注重表演本身。杨紫用心打磨每一个眼神和动作，让角色丰满而真实；程毅通过细腻的心理描摹，让人物更具厚度。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表演能够打破玄幻剧外表华丽、内里空洞的刻板印象，让观众在视觉盛宴之外，还能体会到心灵上的触动。这也是为什么在同类题材中，杨紫与程毅的名字总能被观众提及。他们不仅是颜值担当，更是演技标杆。玄幻剧的演技挑战。玄幻剧不同于现代剧，它对演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玄幻剧的世界观宏大，人物设定往往超脱现实，演员需要用表演让观众相信这个虚拟的世界是真实可信的。其次，玄幻剧中的情感冲突往往极端化，比如生死离别、爱恨交织、仙凡阻隔，这要求演员能够驾驭极端情绪，稍有不慎，可能就会显得用力过度或假大空。杨紫与程毅之所以能在玄幻剧中脱颖而出，就是因为他们都具备这种驾驭极端情感的能力。他们用真诚与细腻，把虚幻的故事演绎得像发生在现实中一样动人。观众的情感共鸣。观众在追玄幻剧时，往往不仅仅是为了看爱情故事，更是希望在角色身上看到人性共通的情感。杨紫饰演的锦觅让人看到成长与蜕变，程毅饰演的应渊让人感受到忍耐与深情。这些角色不仅仅是虚拟的仙子或帝君，更是带着真实情感的人。正因为他们的表演充满真实感，观众才会产生强烈的共鸣。有人看锦觅的蜕变，会想起自己成长中的痛与泪；有人看应渊的隐忍，会想到自己爱而不得的遗憾。演员和观众之间通过角色建立了心灵上的联系。玄幻剧中的演技标杆。杨紫与程毅的表演，让我们看到玄幻剧不仅仅是幅画道的堆砌，更是演员演技的试金石。他们在香蜜沉烬如霜和沉香如屑中的表现，足以载入玄幻剧的经典时刻。杨紫用爆发力和共情能力诠释了一个个鲜活的灵魂，程毅用细腻与克制，让虚幻的帝君成为有血有肉的存在。他们用演技证明，即便是在最虚幻的题材里，最打动人心的，永远是真实的情感。在未来的玄幻剧舞台上，或许还会有更多演员崭露头角，但杨紫与程毅无疑已经在观众心中树立了演技巅峰的标杆。